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叉社出品的这个昆塔沙星的审判官。A 套为审判官 ，B 套是商人。盒子其实还是挺大的。纸品方面一份说明书，这就说到为什么这么晚才做这个。我一直在等电池。看过他们家五面怪的朋友们应该知道，这种电动玩具里边它不带电池，你需要自行购买，而且是挺变态的型号。它要7号的锂电池10440两节，我就等这个电池等了老久。快递不通嘛，过年。然后遥控器里边还要安装3节 AG4 的电池。376了 LR66 了都行啊，就这型号。配件方面里边有带螺丝，还有这个安装的托架，附带一根改锥，你需要把它的手臂安装在这个上面。然后手臂这个东西总觉得造型怪怪的，好像会有什么其他用途一样。倒是很柔软的软胶材质制作，里边有穿铁丝，所以可以很方便的就去塑形。哇，这个手感造型好怪啊，还有这么多凸点儿。就这个玩意儿吧，我总觉得得配合点什么东西互动一下。本体方面就是这样了，上面有上非常闪亮的金属漆，造型刻画涂装做的都非常的细腻。肚子下方的盖子里边安装那2节变态的电池，当然安上以后你就不用拔下来了，因为后边有一个充电的开关口，就用我们这种普通的手机充电线插上就可以给它充电了，你的电池也不用拔下来了。造型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吧，还是非常还原动画里边这种设定感觉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玩意儿当时设定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参照异形的味道。看这大脑袋长长的，从侧面看这里也是跟设定图的感觉非常像的，包括背后这里的一些造型。下方这里有一个透明的托架，也是还原了出来动画片里边他们行走过程中那个浮空的，靠能量光束浮空的这么一种感觉，非常还原，非常不错的一个造型啊。腰部这里还有一段齿轮可以左右旋转。安装这玩意儿的时候注意，这个托架是有正反面的，深一点的这个凹洞啊，配合这个凹槽插进去就行了。然后袋子里会有自攻螺丝，这个螺丝不要偷懒，必须得上，然后就可以扣在这里边了。这也是为什么要上螺丝的原因，这个边缘啊卡进去以后是非常难拔出来的。这样就组装完成了。有罪还是无罪？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设定来说不光是异形，主要它的原型应该是个章鱼吧，脑袋也像啊。头部这里有一个硕大的球形关节，脑袋也是可以大范围活动的摆动的。但是小心，它这个球里边还是有电线的，玩的时候注意一点。背后有2个开关，小三角是电源的总开关，为了不让电池损耗啊，不玩的时候还是把它关掉，玩的时候直接按进去就可以了。现在就通电了，然后靠上方的这个开关来激发，按第1段。哦吼吼吼吼！按第2段它会说话，嘴巴还可以跟着动。然后再按的话，下方这里的底座灯会发光，还是挺亮的。再按，眼睛会发光。当然如果你需要同时激活这些东西，只需要按住后边的这个触发开关5秒钟，长按它就全动了。哇为啥还莫名觉得有点帅呢？当然和五面怪一样，盒子里还会附带这个飞船造型的遥控器。遥控器需要注意一点，安装电池的时候，只要你把3节电池一通上电，上边的红色灯就会一闪一闪。如果你单独有一个这个就无所谓了。当你有五面怪或者其他判官的时候，这个东西是1对1的搜索信号，所以个人经验呢，在主体打开电源开关后，再安插电池，让它搜索到了对应的信号才可以，不然的话会串台的，就不用按那个按钮了。下边的灯
手臂说话，这个按钮是手臂说话切换的，这个是灯光的切换，最后一个就是全开。哇！B 套的商人角色，其实在动画片里边也有登场，看似和审判长差不多啊，但其实面部表情和身上的细节是不同的。我们对比一下动画片里边的样子，看这回叉社的这张老脸刻画的还是不错的，包括这3绺胡子，背后这里也变成了2个喷口，同时它的充电口在这个舱盖下方，右侧这里是总开关，按下去激活，左侧这里是触发功能。当然依旧长按5秒钟。全部激活，也可以使用遥控器。总体来说吧，这2款东西做的还是相当讲究的。可以看刚才我们对比设定和动画片里边的形象，在一些细节地方做的也是非常还原的。再加上身上的这些晚点和噱头，确实啊，叉社是一个非常懂记忆的厂子。这也证明为什么第三方这边叉社一直对于记忆的产品还是相当有研究的。他懂这个呀。尺寸方面拿 MP10 对比一下，其实这2个电动玩具的个头还是很大的，比10要高出来半颗脑袋，并且它宽啊，这些触手其实是很占地方的。所以如果你有2个的话，还可以让这2个疯狂的打架。当然这样的玩法才是我最懂你们的嘛。那么得嘞，这2款叉社的审判与商人大概就是这样了。